近期，新冠病毒在英国发生了变异，其变异后的传播能力高出70%。面对如此形势，大家肯定会有以下几点疑问：病毒变异后，现阶段的疫苗还有效吗？某些动物也会感染病毒，那动物需要接种疫苗吗？像非洲这种没有接种条件的欠发达地区该怎么办呢？中美两国推出的疫苗，谁又更胜一筹呢？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目前咱们国家已经完成了100多万剂次新冠疫苗的紧急接种，并没有发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但是就在我们开始筹划接种分步走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炸眼球的消息：新冠病毒在英国发生了变异，变异后的传播能力高出70%。这个有史以来最神秘的病毒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威胁，在为命运做最后一搏。伦敦升级为4级封锁管制区，消息一出，近30万居民逃离伦敦。不仅英国人很担忧，已经接种完疫苗或是正准备接种疫苗的人也很担忧，疫苗对变异的病毒还有效吗？只能说大概率有效。咱们这次的疫苗是针对刺突蛋白 S， 其实就是在模仿病毒的刺突蛋白 S 来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病毒刺突蛋白 S 可以与人体的 ACE2 结合，刺突蛋白 S 就是钥匙， ACE2 就是锁眼，一旦合适，细胞的大门就为你敞开了。如果刺突蛋白 S 发生了变异，那它是不是能和 ACE2 结合？如果不能，病毒就没有办法进入人体，更别提传播了。所以我们就要搞清楚病毒是如何变异的。那这个变异后的新毒株被命名为 UVI-2020-121，是今年9月份的时候在英格兰南部的伦敦或者肯特郡出现的。截至12月13日，在英国已经有60个不同地区发现了1108例新毒株导致的病例，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变异后的病毒依然可以和 ACE2 结合。这个新毒株出现了17个位点的突变，在刺突蛋白上发生了2种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突变是刺突蛋白中的 N501Y。这个位点的突变会提高病毒与人体表面 ACE2 受体的亲和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需要更少量的病毒就可以实现同样程度的感染。这样看来，疫苗是不是白打了呢？不能这么说，因为疫苗针对的是刺突蛋白的整体，并且能刺激身体产生好几种抗体，因此就算刺突蛋白局部发生变异，还是会识别出病毒的。RNA 类病毒因为是单链，不太稳定，所以变异是常态。而且疫苗一旦研发出来，更新的难度要小得多。那死亡率如何呢？根据英国的一项报告中指出，就目前的数据显示，变异后的新毒株死亡率与其他毒株基本持平，但还需要进一步跟踪。关于英国病毒为什么会发生变异，有的小伙伴说，因为澳大利亚是动物生存的天堂，会不会是病毒传染给了动物，在动物身上发生了变异，又传染给了人类呢？那动物有没有必要接种疫苗呢？目前来看，宠物猫和狗接种意义并不大，猫和狗对病毒分子或抗原具有强烈的免疫反应。美国农业部没有批准任何宠物疫苗。农业部发言人乔伊尔·海登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数据表明这种疫苗没有研究价值，真正值得担心的动物其实是大猩猩。人类的呼吸道病毒在黑猩猩和大猩猩中是致命的。一些科研人员甚至担心这种病毒会消灭亚洲和非洲的灵长类动物，还有黑脚雪貂等高度易感染的濒临灭绝的动物。不过，新冠动物疫苗相对容易制造，俄罗斯的新冠动物疫苗已经开始临床实验了。还有一些小伙伴一直担心，像非洲那样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没有条件接种疫苗怎么办？他们会不会为人类的抗疫进程拖后腿呢？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价格昂贵及运送困难的原因，时至今日，全球仍有至少2200万儿童没有得到有效的疫苗保护。每年死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如麻疹、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等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约有150万。所以这个担忧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最关键的因素其实不是钱。你像比尔盖茨基金会每年都会花巨资给经济欠发达国家捐疫苗，但问题是，比尔盖茨在非洲考察时就发现，因为没有可靠的制冷储存设备，每年盖茨基金会花费巨资捐给非洲的疫苗，有30%都被当作废品处理。
非洲疫苗存放难题世界瞩目，而这背后的关键就在于缺乏储存的冷冻设备。疫苗的保存和运输环境有多苛刻呢？疫苗所处环境的温度必须在2至8摄氏度范围内，如果有低于2摄氏度或者高于8摄氏度的情况，则表示该疫苗在冷链运输中温度有超出正常值的情况发生，需要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防止出现问题疫苗流入使用。而非洲的平均气温高达30摄氏度以上，加上很多地方没有通电，需要一个耐高温、不用插电，同时还能保证低温的冷冻箱。当时为尽快造出冷冻箱，盖茨团队向全球冷链企业制造商发出求助。这款冷冻箱受众小，投资周期长，量产难度大，收益不稳定，全球冰箱制造商没有人愿意去冒这个险。几番寻找，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在这里，我们要骄傲地提到我们的一个民族品牌，虽然它在很多领域上的表现并不出色，但是在这件事上来说，它确实为整个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次不是格力，也不是海尔，是一个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的品牌。那句来自上世纪90年代的经典广告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一个青岛制造品牌奥科玛。2013年，奥科玛董事长李卫在听完整个项目介绍后，当场答应。面对技术、资金以及公司董事的压力，他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产品可以救人，可以拯救一个贫困地区，那么它的社会价值早已超越短期商业上的盈亏。一番豪言壮语之后，当样机从实验室真正进入到工厂，奥科玛才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冷链大公司都不愿意造。关键零部件国内造不了，罐体结构、电控部件以及保温性能等等问题都逐渐出现。就在罐体研发的同期，全球首支埃博拉疫苗研发成功。疫苗的问世意味着留给奥科玛的时间并不宽裕，这款疫苗只能在零下60到80摄氏度的低温下才能够保存。以当时的技术，最低能够达到的温度也就零下40摄氏度，还得在插电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想要在无电的前提下保持这样的超低温，这意味着冷冻箱的真空强度要达到之前的100倍，墙体的隔热层要使用保护航天器的绝热材料，箱体内的金属要使用爆破焊接才有可能实现。考虑到在非洲地区该产品使用频率频繁，就要做到便于携带。另外，该地区常有战乱，又要考虑到保护层的问题。在经历了上百次试验后，在2014年年底，这款名为 Actec 低温冷冻箱终于研制成功。盖茨评价其为生命之箱。这款冷冻箱在不插电的情况下，可以保持零下60到80摄氏度的超低温冷藏长达6.5天以上，同时允许每天8次的疫苗存取，是迄今为止运送埃博拉疫苗的全球唯一解决方案。这款拥有防弹外壳的低温箱彻底改变了埃塞俄比亚贫困山区的疫苗接种问题。疫苗接种率从原先的不到5%到现在的已经超过了90%。因为有了它，在全球最恐怖疾病埃博拉病毒爆发时，即便是最贫困的非洲地区，人们也可以快速接种上疫苗来抑制病毒的肆虐。得益于疫苗的普及，面对2018年埃博拉的卷土重来，与此前横扫中非和西非多次的埃博拉疫情有所不同，它在7月中旬就结束了。来看一个对比，2014年到2016年，埃博拉大爆发导致超过11000人死亡，而2018年那次死亡人数为33人，传播范围也没有显著超越最初的感染区。截至2017年年底，已经有超过了2000台的 Actec 在非洲各地进行服役，保护着1200万人的身体健康，其存储的疫苗量可满足约6000人社区1年的使用需要。那这一次的疫苗呢？美国辉瑞疫苗在零下70摄氏度的环境下可以保存6个月，莫德纳的疫苗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下可以保存15天，而中国的科尔莱福可以储存在2至8摄氏度的标准冰箱中。因为这几种疫苗的生产技术不同，所以储存条件就不一样。辉瑞和莫德纳是一种 mRNA 疫苗，它本质上是一段基因，人体细胞根据这段基因进行病毒 S 蛋白的生产，相当于把人体细胞直接变成了疫苗的生产代工厂，再通过 S 蛋白诱发人体免疫。我们通常只听说过预防型疫苗，这种 mRNA 疫苗在2014年之后实际上被用作癌症治疗方向的研究，它是一种治疗型的疫苗。而中国的科尔莱福疫苗是一种灭活疫苗，属于传统工艺，主要成分就是死去的病毒。
比较稳定，技术很成熟，安全性高，但是要比 mRNA 疫苗开发成本高，不如 mRNA 疫苗高效。那咱们的 mRNA 疫苗技术是不是很落后呢？其实由苏州爱博生物研发的国内首个新冠 mRNA 疫苗已经获批临床实验了。这项技术确实好，但确实太新了，新就意味着风险。我们向来是一个稳重的民族，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沿用了安全的传统工艺灭活疫苗。不管使用哪种疫苗技术，面对新的挑战，以我们现有的解决方案，都有能力解决新冠疫苗运送最后1公里的难题。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对此太过担心。这些问题是否对你有所帮助呢？如果感觉有用，记得点赞、评论、加转发哦。